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世纪后期轰动一时的彭加木失踪案，这一事件在当时受到了极为广泛的报道和追踪，仿佛全社会都在共同努力寻找彭加木的踪迹。笔者有幸联系到当时的一位亲历者，此人担任过彭加木领导的科考站给养车司机。他所叙述的彭加木失踪情形和众所周知的情况大相径庭。在此，笔者以亲历者视角将此事件还原。1980年4月初，组织上通知我参加罗布泊科学考察队，担任给养车驾驶员。科考队以彭加木同志为队长，地质学家汪文先同志为副队长，成员有研究化学的马仁文和严鸿渐，研究植物沈冠冕，动物学家古景和等人。另外，马兰基地为科考队配属的2名军人作为保卫人员，他们是陈白露、肖万能。5月2日，我们从新疆出发，开始了罗布泊科学考察。5月8日，到达军方的马兰基地，它位于罗布泊边界，在那里办理进入许可手续。6月5日，科考队穿越罗布泊，完成科考任务，进入米兰农场休整。休整期间，彭加木同志有了一些异样，整天闷闷不乐，郁郁寡欢，一副心事重重模样。平素温和内敛的他，竟会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，让人很是摸不着头脑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本来已经计划返回基地，但老彭却认为此次科考没有达到预期目的，决定返回罗布泊继续科考。6月11日一早，科考队向东开始出发，再次进入罗布泊进行科考活动。我的车带了5桶汽油、3桶水，比较第一次，我们带的水要少一些。这是因为老彭通过一份30年代前苏联考察罗布泊时绘制的军用地图了解到，在前往罗布泊的路线上，有个叫库木库都克的地方有一口水井，他计划在那里进行一次补水，如果水井也干涸的话，就再往东一些，到八一泉补水。然而，在距离库木库都克18公里的地方，科考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，食物、水都快用光了，还没有找到水源。在我们的多次强烈要求下，老彭终于同意向最近的解放军基地发电报，请求物资补给。但是一次军队补给据说要花费7000元人民币，老彭对此很是心疼，所以虽然军队已经答应送水来，他还是带着地质学家老汪等人在驻地周边寻找水源。老彭反复研究过前苏联对罗布泊的考察地图来，他认为库木库都克周边有大量的泉水井，同时他又多次对我们说道，解放军的水送来是解渴了，可是也喝得心疼，因为他觉得太昂贵了。令人失望的是，多次外出找水都以失败告终。6月17日早上，老汪到老彭帐篷内汇报补给情况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开始大家并不在意，认为他只是附近散步或方便去了，可是始终没见人回来，让大家担心起来，四处寻找。老汪在老彭的吉普车里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张纸条，我往东去找水井，彭。6月17号，随后送给养的直升飞机到了营地，卸下货物，立即开展对老彭的搜寻，但一无所获。其后，据说当地派出了10几架飞机、几十辆汽车、数千军民进行拉网式和地毯式搜索查找，前后4次，但都没有找到老彭。老彭失踪后，科考队所有人员
都接受了审查，前前后后进行了数次，时间长达半年。最终审查结果并没有完全公布，只是多年后，我遇到了老汪，他告诉了我一些老彭失踪后让人害怕的轶事。老汪作为科考队副队长，同老彭接触机会最多，在工作中二人也有一些矛盾。他也是最后一个见到老彭的人，所以被审查的时间最长，次数也最多。审查内容大同小异，到最后他已经变得麻木，机械地回答着问话者的问题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。调查者也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他已经记不得他们是谁了。然而，当年的11月，从北京来了一批调查者，却让老汪终生难忘。11月9日清晨，老汪见到了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几位调查者。带队的是一位50多岁的，据说是航空航天部专家，后来有人说是749局的高人，姓邓，身材消瘦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待人一团和气。后来才知道，邓专家是749局的人。另2位穿蓝布工作服的年轻人身材异常高大，不苟言笑，须臾不离邓专家左右。让老汪印象最深的是，邓专家并不纠缠老汪和老彭的矛盾，而是反复问询老彭5、6月间的异常言行。当得知老彭急于在6月21日那天赶到库木库都克时，邓专家表情显得异常凝重，沉思好久，才点点头。汪老师，您是学地质的，我们准备再组织一次搜寻工作，请你协助一下，行吗？老汪听他这么说，感到很是诧异。自己已被隔离审查，虽未明示，但也有嫌疑在身。邓专家让自己参加搜寻队，是何用意？更让他吃惊的是，听邓专家口气，这次好像并非去寻找老彭。新组建的搜寻队人员并不多，除了北京来的3人，老汪，还有1名北大的考古专业教授老吕，1名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和1位来自军医大学的教授。人虽不多，却配备了6辆中吉普车、6名专职司机。基地派了10名士兵做安全保卫，人手1支5.4式手枪，并配备了6支冲锋枪和1挺轻机枪，1辆越野性能极好的宽胎大卡车。但邓专家却皱着眉大摇其头：“你们陈司令咋搞的？火焰喷射器1支哪里够？起码还得再要4支。另外，我要的小猪呢？专业饲养人员呢？人家农场支持的够多了，这些猪必须基地提供，赶紧送来。”老汪见一向谦逊有礼的邓专家对军方如此直接，暗想基地以往就派2、3名军人来担任联络保卫，这次可以说是非常大方了。还不满足，还要猪，专职饲养人员要来做啥？车上不是有几大箱猪肉罐头吗？这种无理要求基地肯定不会买账。哪知第2天一大早，基地真的又派来1辆大卡车，车上几只大铁笼，里面10来头30、40斤重的白毛猪。随车还来了1名饲养员和4名火焰喷射器操作员。老汪更感邓专家的背景深不可测，能直接对军方发号施令，来头比自己想象的还大呀。到了下午，基地又送来了邓专家要的1930年苏联科学家在库木库都克考察的资料。他看完后没有保密，将大概内容告知了老汪。1930年6月初，一支62人的苏联考察队从罗布泊的东边往西到达库木库都克进行科考，后来全体人员失踪。同时又向老汪问起了老彭失踪前的异常之处。老汪突然想到，
老彭失踪前一天，科考队打到一只野骆驼，他将野骆驼的血和肝脏拿走了。大家当时虽然诧异，但因为觉得他长期野外工作，饮食异于常人，也能理解。搜寻队朝着库木库都克方向前进。在第3天，富有野外考古经验的老吕发现了一处墓葬穴。老吕和邓专家的2位助手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墓穴，从里面拉出几具呈角弓反张的干尸。干尸均身着30年代苏式军服。回到营地，经军医大教授仔细查体，干尸完整无残缺，全身未发现创口。毒物专家也提取标本做了化验，最后2人向邓专家报告，大概率为中毒而亡。邓专家点点头，说了一句让老汪莫名其妙的话：这几人应该是没有成功变异，危险性不大。然后安排一辆车将4具干尸拉回基地。当天晚上，邓专家将众人聚在一起开会，说的话让老汪大跌眼镜，完全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一个老专家之口。邓专家话的主要意思就是，他们可能要面对一种生物，既不是动物，也不是植物，具体为何物，目前不方便告诉大家，只是要求大家做好自我防护。出发之前，每人发了一副防毒面具，还有一支巨大的铝皮牙膏。不过这种牙膏没有商标品牌，漆着军绿色。邓专家的助手告诉大家，这不是牙膏，不能用来刷牙，具体怎么用、何时用，等邓专家通知。这天下午，众人到了一处雅丹地貌明显的地区，这里生长着一种奇怪的植物，一丛丛如干枯蒿草。奇怪的是，大白天的，草梢竟然挂着一滴滴晶莹的露珠，散发出一种似有似无的青草香，让人闻起来感到心旷神怡，不由得张大鼻孔，想尽可能的多吸入些。邓专家却紧张起来，让众人立即穿戴好防毒面具，然后让大家将牙膏铝封口刺开，从里面挤出黄色的膏状物，涂抹在自己脖颈处。老汪将膏状物抹在脖颈处时，闻到一股浓烈的硫磺气味，直到远离了那些蒿草，邓专家才让人取下面具。但为啥要这样做？邓专家却没说。当晚，搜寻队驻扎在一处高地，一向沉稳持重、不急不躁的邓专家今天显得有些异常，带着2名助手不停地在营地周围逡巡，而那位毒物研究员和医学教授则让饲养员挑了5只小猪，然后用注射器从鞍部里面抽出绿色液体，注射到猪体内。天色黑尽，邓专家让所有吉普车开到高处，朝着库木库都克方向打开车灯，一直那么亮着。又让其余的人都进帐篷，涂上药膏，戴上防毒面具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能出来。那10多名战士分别埋伏在周围，4个方向各1具火焰喷射器，剩下1具跟随邓专家行动。安排完毕后，邓专家站在一辆吉普车顶部，凝视远方。临近午夜凌晨1点的时候，铁笼里注射了绿色液体的5只猪发出了低鸣声，望着库木库都克方向，烦躁地冲撞着铁笼。饲养员警觉地举起了冲锋枪，但是车灯的照射下，只听到寒风怒吼，远近几十米内看不见任何东西。这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有些像蛙叫，却显得很沉闷，连沙地都感觉一阵颤动。老汪禁不住好奇，拉开帐篷拉链，向外面望去，在车灯照耀下，远处似乎影影绰绰的有什么东西在向他们移动。这时，邓专家大喊一声：“快，把猪放出去！”
饲养员赶紧将笼门打开，那几头猪飞快地冲了出去，让饲养员大出意料。要知道，猪晚上都不愿往黑处跑，但这几头猪仿佛知道车灯照不到的黑暗处放着美食似的，低着头就往那冲去。邓专家见了，说道：“果然，这气味有扰乱脑神经的作用。幸好我们戴了防毒面具。”那几头猪冲进远处的黑暗，便响起了一片咔咔声，并伴随有猪哼哼声。饲养员听得出这是猪罗舒服时发出的声响，不大功夫便归于寂静，没了一丝响动。邓专家从车上跳下，对大家说：“可以取下防毒面具了，都去休息吧，没事了。”虽然邓专家这么说，但是大家都不敢睡，直到快天亮了才敢眯一会儿。天明后，邓专家带着众人，依然抹了黄色牙膏，朝着库木库都克方向搜寻。走了不多远，便发现了一只死猪。猪除了脖颈处有几个细小洞眼外，没有任何伤痕。伊大教授拿出手术刀，切开死猪脖颈，惨白。他对着邓专家说道：“果然，他们要吸动物的血。”旁边沙地上还掉落了一块像树皮的块状物。教授戴着手套拾起，点点头：“我们研制的药物有效了。”邓专家笑笑，指向前方，不远处有一截枝条样的物体。循着这些黑色皮块，众人发现沙丘下有个不明显的小洞。估计再有一会儿，流沙就会将这个沙洞遮蔽。邓专家安排几个人挖开这个洞，发现上层是黄褐色的沙土，到了4-5米深的地方，却变成了黑色带绿沙层的砾石。洞内散发一股浓烈的青草气味。邓专家吩咐众人将防毒面具戴上。老汪很是奇怪，以他的专业知识判断，黄沙下不可能有这种土质结构。这时，邓专家也望向他，仿佛在征求他意见。老汪戴上手套，拿起一块砾石，仔细看看，再用地质锤敲打一下，比他想象的酥脆多了。他不禁脱口而出：“难道地下有天然放射性物质？”吕教授闻言，赶紧去车上拿来专门仪器，开机检测。果然显示有此处有轻量辐射，看那洞深不可测。邓专家让众人站到远处，安排战士用火焰喷射器对着洞口喷。喷了几下，便隐约听到洞内发出骇人的惨叫，既像动物又像人。众人听了，不觉胆战。邓专家看看四周，对大家说道：“回去之后，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里发生的事情。”老汪皱着眉头：“黄沙下怎么会有青草气味？我记起来了，16日晚我也闻到过这种气味。这洞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应该让世人知道它们的存在。”邓专家摇了摇头说：“有些事物还是不要让世人知道的好，没好处。”邓专家领着众人继续往库木库都克方向前行。每到夜晚，便找一高处驻扎，然后放出注射了药物的白皮猪。等天亮后，再循着死猪附近掉落的树皮，找到洞穴，往里用火焰喷射器喷火。13号中午，他们到达了库木库都克的中心地带。这里有一个湖泊，面积并不大，大约几亩水面，但湖水墨黑，感觉深不可测。四周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子新鲜青草香，众人觉得清香扑鼻。不等邓专家发话，大家便赶紧戴上防毒面具。吕教授打开一台军绿色的仪器，立即发出警报声。邓专家点点头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然后命令大家抓紧时间提取湖水、土壤、岩石标本。邓专家指挥着2名助手从车上卸下一个巨大的军绿色箱子，
然后三人穿上防护服，2名助手将箱子抬到湖边。等众人忙碌完毕，邓专家命令所有人登车离开，只留下自己和那2名高大的助手。好奇邓专家要做啥，老汪便嘱咐司机慢点开。透过后车窗，老汪看到那2位助手将密封的箱子打开，然后抬着走下湖堤，手脚麻利地从里面取出物件，组装在一起，像一个粗短的迫击炮。只见1名助手将1枚圆柱状的绿色物体放入迫击炮，咚的一声，绿色物体被弹到空中，然后掉入湖心。顿时墨黑的湖面泛出绿色油渍，并以不寻常的速度向四周蔓延。见物体掉落在湖心，2名助手点点头，似乎对掉落位置很满意，然后飞快地又装填其他绿色柱状物，一一发射出去。而邓专家则站在一处高地上，架着一台高档的进口照相机，不知他要拍摄啥。老汪好不奇怪，司机也觉异常，竟然将车停下。很快，整个湖面已经被染绿。突然，老汪发现湖岸边的沙土中有无数个小小的黑点蠕动着冒出来，让人头皮发麻，并伴随着那天晚上听到过的低沉吼声，让人心惊胆战。同时，岸边蒸腾起薄薄的一层淡黄色的烟雾，因为隔得远，又有黄雾干扰，老汪看不清那钻出的究竟是啥样。这时，就见高地上的邓专家操作着照相机，不停地拍照。很快，2名助手就发射完所有柱状物，飞快地跑上岸。1人扶着邓专家跑下高地，另1人收拾照相器材。然后3人跳上旁边停着的一辆已经启动了的吉普车中。说话间，邓专家3人的车就撵上了老汪所在的车。只见他扯掉头上的防毒面具，从车窗内伸出头，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吼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到如今，老汪都不清楚自己在库木库都克湖边看到的那些东西是啥。只知道邓专家在回程中不住叹息，没想到有那么多呀，那点生物制剂根本不起作用。老彭的材料也没说它们怎么繁殖的呢？难道真的是植物形态高等生物？老彭也太执着了，必须向上打报告，使用非常手段了。1981年1月5日到5月3日。罗布泊2次进行了核爆试验，中心地点就在库木库都克的那处湖泊，而彭加木的失踪成了永远的谜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